看到莽小五给玩具小黄鸭洗澡，才明白长安五少究竟有多可爱。这天天气炎热，外公往水池里放满水，并拿来乖孙最爱的小黄鸭玩具放进去。一向出门后要跟莽妞妞打闹一会的小五，发现惊喜后立马两眼放光的跑去泡澡。只见小五手舞足蹈的往身上撩水，玩嗨了的他还抱起小黄鸭帮他洗澡。或许是觉得鸭嘴的颜色跟其他地方不一样，他很认真的用小手沾水帮鸭鸭擦嘴。就是说小五这么可爱是想萌死姨们吗？虽然上次洗澡没有小黄鸭在一旁作伴，但知足常乐的小五依旧玩得很开心。原本蓬蓬毛的黑白团子直接爆改小猪，不得不说虫洞养猪场果真名不虚传。如果说小时候的小五浑身粉粉嫩嫩，一身摇粒绒搭配一双标准版 UGG， 一下子萌化了姨们的心吧，那如今他则集齐莽仔和荆轲的优点，奶萌外表下是一颗潇洒和霸气的心。只见小五坐在心爱的大跑车上，小手搭在车窗上冲周围游客招手，嗨美女们要一起去兜风吗？主打一个往后雄生，没有悲伤，只有离合。就是说看着小子小年纪失去烦恼，定制版豪车四雄飞机和别墅应有尽有，难怪隔壁可爱兄妹会露出不爽的表情。虽然小五经常手欠招惹妈妈，以至于经常被莽妞妞挨打教育，稍不留神就被抱摔练习抗摔打能力，但该说不说，小五脾气是真的稳定。这天莽妞妞再次上演了空中飞熊，早已习以为常的小五甚至都懒得挣扎，落在秋千上后更是直接原地大小睡。熊生不就是起起落落落然后躺平吗？别的小熊摔倒了多多少少会出气，可小五没坐稳到栽葱掉沟里后，直接全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躺下。当忙碌的外公忘记接乖孙回家的时候，小五就安安静静独自躺着摆弄树枝。看到满带歉意的外公飞奔而来接自己回家，小家伙面带笑容，眼里仿佛有整个星空。外公我很乖的哦，没有乱跑乱跳。就是说如此可爱的小熊谁能不爱？不过小五偶尔也会有急眼的时候。这天外公给母子俩安排了解暑神器冰块，小五一眼就相中了莽妞妞的那块大的，于是便想把冰块挪到风水宝地里。可由于冰块太大并放在了草地上，小五使出浑身解数把自己全成熊猫蛋，甚至小脸都弄脏了，冰块依旧纹丝不动，气得他挥手揍空气，去你的吧，跟有病似的。如此古灵精怪可盐可甜的小五，难怪能成为2、3届熊猫顶流。眼前这只登基称帝的小熊，就是喝奶喝到3岁半的国庆。而看到他霸气侧漏的坐在大宝座上，网友们不禁大喊参见国庆大王，大王喝奶喝奶喝奶奶。宠粉的国庆不仅会盯着姨姨们看，还显示了下大宝座的全过程，一个后空翻就顺顺利利的来到地面。果然3年半的奶没一口是白喝的，当初国庆把自己吃的和妈妈一样大，被奶爸吐槽时还满脸写着不服气。国庆，你害不害羞啊？还吃奶啊？多大了你？3岁了吗？老母亲梅青也被压榨的生无可恋，每次看到闺女过来都下意识用脚挡，可国庆总能强行挤入妈妈怀中，气得梅青后槽牙都快咬碎了。后来梅青发情有了驱赶的行为，国庆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断奶仪式。接连5天，她哞哞的哭喊声响彻整个长楼。我生来就是要做女帝的，多吃几口怎么了？等到国庆终于心如死灰放弃挣扎后，奶爸奶妈便特地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。小家伙边吃笋笋边怀念母乳的美味。虽然长大后的国庆有些抗拒这段黑历史，每次听到游客谈论就气呼呼的背过身，但不得不承认3年半的奶的确很有效果。毛发白白净净富有光泽，简直不要太软萌，甚至身体素质都比一般小熊强悍许多。只见国庆仅凭惊人的臂力将身体悬空，随后得意洋洋地看向游客，我厉害吧？知道的是秀杂技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 P 的图。这要是去参加奥运会哪还有吊杠的失误？不仅如此，国庆还是个破坏大王，每天不是在拆家就是在去拆家的路上，甚至凭一己之力拆掉了哥哥的公主床。心疼的亲亲每天替妹妹收拾烂摊子。对此国庆表示，别人的东西拆起来是要好玩一些，但国庆有时也恨自己没多喝几年奶，不然就不会腿到用时方恨短了。这天大文奶爸将窝头挂在了轮胎上面，国庆站起来还差一节够到急得团团转，好在窝头识趣，最后自己滑了下来，要不然他铁定得找大文奶爸好好唠唠。有时国庆女皇正为了百姓殚精竭虑，这时奶爸突然递过来一块粽子，吓得国庆弹跳而起，嘴里骂骂咧咧。太下熊了，总有刁民想害朕。有时手抖的威奶爸来给国庆投喂，小家伙就翻着白眼看对方失误，这么大块地都扔不准，拉回去重练。不得不感叹，原来美女都是有小脾气的，想必国庆就是熊猫界的奇女子吧。国宝大熊猫是如何把饲养员送进网暴决赛圈的？只见春生臊眉搭眼的跪在地上，边跪边委屈巴巴的偷看游客，仿佛在说可怜可怜熊熊吧，真的好饿。当被问到是不是在求奶妈给笋笋时，春生赶紧点头，还是姨懂我。是不是想求着奶妈赶紧给那个笋啊？好家伙，要不是看他浑身油光水滑，连隔壁香果妹妹都胖成了羊皮筏子，
估计奶妈浑身是嘴都说不清楚。虽然香果如今已经吃成地球仪，但当奶爸忙着准备大餐导致饭点推迟后，香果立马举起光秃秃的竹竿晃来晃去，示意游客赶紧拍熊熊要被饿晕了。而800个心眼的七仔为拿捏奶爸，每天瘫在四四方方的小餐桌上，甚至还得蜷起身子才能勉强躺上去。游客纷纷指责动物园设备不完整，奶爸为保住小命赶紧出来全方位展示七仔的通风大床、猫爬架以及贵妃池，心想好险差一点就死网上了。都知道喜乐曾经穿着一身貂，在大太阳底下暴晒逼疯冯奶爸，后来又3小时不回家要老冯请，被牢牢拿捏的冯奶爸生无可恋。从科学的角度讲，大熊猫没有那么善良。而隔壁大姑奶奶格格听说后，当即表示我才是食物链顶层熊，于是扭头就身穿貂皮大衣去晒太阳。被逼疯的老冯只好拿来竹竿制造噪音，甚至到最后连夹子音都用出来了。要不是全网皆知格格喜乐不好惹，就冲老冯看似竹竿敲打格格的画面，就足够让他在网上死800遍了。只能说，如果有一位好大人卖惨，就已经让饲养员身心俱疲；那两熊集体卖惨则最为致命。而鸾动的雷达奶爸同样深有体会。哎呦我的妈！只因奶爸吐槽好大儿王八绿豆眼，不高兴的胖眼跑去游客面前卖惨，拿起一根细竹条，边吃还边诉苦。家里面特别的困难。从小我的妈妈告诉我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其实被自家好大儿轮番坑就算了，就连掌管官方账号的扣肉也来凑热闹。对此雷达表示，真是谢谢你们仨，让我天天生活在风口浪尖上。如果说显眼包灵岩是熊猫界的影帝，那庄却能手秦韵则是名副其实的影后，动不动就上演身残志坚的戏码，看得屏幕前的姨姨们眼泪都快下来了。没曾想秦韵眼见自己计谋得逞，下一秒就生龙活虎的跑了起来，还得意的咪咪叫上当了吧哈哈。就是说这妮子的表情真的好欠揍，不知未来滚滚们会使出什么新花样，帮饲养员们挺进网暴决赛圈呢。眼前这只给弟弟妹妹盖被子的小熊，就是2017级熊猫幼儿班班长芝麻，自己都还是个走路不稳的宝宝熊，却懂得照顾比他更小的弟弟妹妹。不得不说小家伙实在是太暖心了。芝麻的妈妈是芝芝嫌疑爹巧巧，由于生下来嘴角有个小黑点，像极了小孩子偷吃东西遗留的芝麻，于是便给他起了这么个名字。芝麻还有个双胞胎哥哥名叫芝士，因为兄弟俩比其他小熊早出生几个月，顺利当选为17届幼儿班班长和副班长，仗着自己的体型比别熊大好几圈。平日里芝士芝麻没少蹂躏其他同学，甚至还把软萌的妹妹当成枕头垫下了。只是这沉重的爱实在让熊难以喘息。这天小熊们正排成一排睡觉觉，调皮的芝麻非要踩着人家爬来爬去，烦的小家伙大声跟美奶妈告状。今天这个弟弟妹妹，你还是啥子你？现在弟弟妹妹打死你！是你哈，就是你哈。被奶妈教训的芝麻一脸真诚，仿佛在说刚才不是我是哥哥。芝麻最喜欢和珍惜妹妹贴贴，也不管对方愿不愿意，孤涌上去就是一顿狂热的吸猫。困意满满的珍惜被烦得直扑腾，你这熊咋这么烦熊？离我远点！可这副软萌模样实在没什么威慑力，最后只能无奈接受对方的狂热亲亲。其实芝麻还对美奶妈下过手，只因对方抱着别的小朋友，吃醋的芝麻立即冲上去控诉她花心，并咬着美奶妈的袖子不撒开，非要那个女人给自己一个解释。芝麻，拿起嘛，袖子给你，我不要了；手机送给你，我不要了；送给你，你咬嘛。美奶妈只好先放下怀里的小家伙，随后绕来绕去，试图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可一转身就被眼疾手快的芝麻抓到，无处可逃的美奶妈直接原地摆烂，混得很。此外，芝麻小时候还有段黑历史。因为能吃能喝，体重吹气式的增长。当奶妈抱着她去称体重的时候，刚放上去，体重秤就发出刺耳的超重声。是他超重了吗？善良的奶妈为了给芝麻一个面子，决定把箱子拿走，让她再称一次。谁料芝麻的体重还是让称直接崩溃。还差耶。果然，就算是吃素也会超重。不过，正是芝麻性格活泼、憨态可掬，她成为了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荣宝的原型，还因此被网友戏称为“鬼火熊猫”。就是说，这放在整个熊猫界都相当炸裂。